山途独有我，赤处落红坑，软弦凄凄。当我在写邂逅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新谣，新谣这2个字还没出现。都出了小说。隔日你飘荡入我心，天阴晚上有你迷失，邂逅你中隐的心梦，颤动我翩翩如梦。上世纪80年代的新加坡校园，年轻学子纷纷填词作曲，把青涩的梦化作轻扬的旋律，在校园内外，悠悠琴弦触动了一代人的心弦。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心声，开始唱起自己的歌。由这片土地孕育的韵律，如细水长流，汇聚成传唱不绝、回响不断的新谣。Hello， 我现在正在从台北返回新加坡的路上，这次要回来见几位老朋友。Hello， 终于回到新加坡了。来，我热的，这我的咖啡。来，干杯！干杯，干杯！久别重逢，干杯！干杯，干杯 Cheers。Hello， 哇，对，哎呀，什么时候回来的？啊，昨天。捡起窗前的落叶，透过落叶我看到岁月，曾经高高挂树上，如今跌落我身旁。我们有一首歌叫《一首歌》嘛。对。如果你有一首歌，只是平平淡淡的歌。如果你有一首歌，一首平平淡淡的歌，没有美丽的词藻，没有深奥的哲理。我跟袁成呢是在中学的时候就认识，跟南胜呢，其实我们是在应该是1980年吧。其实我们是在学生会的迎新活动上认识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很惊讶，我们那时候很惊讶，因为南胜是音校生嘛，可是他说的华语比我们的都更标准，他们吓一跳。对，吓了一跳。好，那个时候呢，学校有个新的组织叫做 CSCC。Community Service and Cultural Club， 然后我们呢就莫名其妙的变成这那个协会的创始人，所以这是梦的开始。对，一面就是唱歌很开心嘛，同时我们又可以做一些社会的服务啊之类的。对，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的公益学院的生活呢，就好像充满了欢乐，好像读书是我们的 part time。歌舞歌精英，1981年第一次呢，他有举办这个小组的比赛，我们就去报名。好像是他们人数不够，对，所以他们就取消了这个项目，然后我们就被邀请去这个客串半决赛做客串表演。对。那时候郭浩水导播呢就说你们要取一个名字，我们说叫什么名字呢？这个你记得吗？我今天特地带来了几根水草。我记得那时候因为我们在那个牛车水的那边有一间麦当劳，然后袁成就买水，他就忘了拿这个水草嘛。我说你要去拿水草。因为说水草不错嘞，因为那时候我们3个人，一个高一个瘦一个胖嘛，然后就跟当时的水草的形状不一样哦，各式各样的形状都有嘛。对，可是3个人可以组合成一个对优美的声音。对，然后我们就决定说就叫水草三重唱。袁成非常有自己的想法，他的高音一进来就感觉就特别对，所以很怀念他。是的。第一次设计这个所谓的自创歌曲，是我们被邀请去国出，然后那时我们才第一次知道说还有其他的校园已经有很多人唱自己的歌，然后我们就在那里重逢了严立明了。才明白老师的道理，我们这一班
其实真的是缘分，如果不是因为黄良、袁岑都是同学认识的，建峰这样子啊，我也不会贸贸然的跟一群不认识的男生跑去搞音乐吧。只有你要，我没有啊。我们这一帮崇拜偶像，老师的话我们丢一旁，但我们从来都不怕，因为小事了了，大为比较。我在小学的时候啊，没有考过第2了。后来我就进了立化中学啊。当时呢，我同班同学呢就有严黎明，还有黄元辰。然后那年呢，我就考了14名，人生第一次没有考过第1名，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黄良，我对他的印象最深刻是每次看到他的背影啊，背着一个背包，像乌龟背一样，插着一个笛子。他当时呢有一部台湾的电视剧，新加坡很出名，叫《保镖》。然后里面呢，他有一个人物叫神秘萧胜啊，就他一出现哦，他吹的箫其实是吹笛子啦，然后那他就对手就死掉了。我也是觉得很酷，所以我就决定参加华乐团，而且我就跟那个夫人说，我一定要吹笛子啊。然后华乐团里面呢，就认识了胡建峰，还有黄元辰。我们这一帮，向右不走，望着篮球场。我们这一黎明呢，其实生活是挺艰苦的，可是他就是多少的苦都扛下来哈。所以你在舞台上看到黎明呢，都是很开朗、充满阳光的。我是小溪，远赴山中，潺潺流过，日月轻松。写歌的人写的歌就要找人唱。严黎明，黎明，我一直叫他黎明。比如说像《水的话》这种简单可是有一点诗情画意的歌，写的时候就想着说，如果像他那样的歌手来唱，应该是不错的。当年在华初，本来是不认识他，因为他是立化中学的校友，所以我就通过朋友认识了，就不断的合作了。我还记得我常常去他家，坐在他的钢琴旁边，就跟他一起练歌。水的话也在他家念，仿佛也是在他家念。新音哪有旧也好，一直在他家念。在我家的钢琴边，我弹琴，他们在练歌，就那种很温暖的、很家常的画面，我觉得也成为了我们的集体记忆啦。轻轻化作烟雨朦胧，丝丝落在你的心中。翩翩如梦。你悄悄地走入我的梦湖里，湖水掀起朵朵涟漪，隐隐了你，隐隐了我，如是朦胧，又如是清醒。梦湖这首歌呢，算是我的第一首创作，是我当时在报纸上面看到的一首诗。你悄悄地走入我的梦湖里，我觉得哎呀，好有味道这一句，起码是我写不出来的。我就把吉他拿出来，然后我就是一气呵成，没有断过，从第一句我就唱到最后一句，我就完成了这首歌曲。这首歌是我很美好的回忆。我中学毕业之后，我都没有考上高中。我是82年，我通过自己在家里苦读，我竟然考进了高中，被育初认领了啊！也因为这样子，遇到了比我小2年的陈嘉明、许玉福、黄慧珍、赵美云、罗碧玉等等，然后组成了地下铁。这一切都是从育初开始。
当年我们音乐的创作热情其实是由吴启贤先点燃的。我们唱歌是放在第4楼梦湖，点燃了我们地下铁开始不满足于唱外国其他的歌曲，我们开始很疯狂的创作的时候，很多人就是逃课。徜徉风尘怀中，琳琅写朦胧。如果我们不是在唱我们的新谣创作，我们就在创作我们的新谣创作。人群中悄悄离去，怀着无奈继续。那我呢，平时上课，上的不耐烦的时候呢，我就会跑到餐厅的角落头自己弹吉他。慢慢的，在学校里面呢，无形之中创造了一种氛围，就是我们学校里面有一群年轻人很好玩，他们在写歌，他们在唱歌。当时说要到年底开演唱会，开始是一个骗局。我跟地下铁这些人说，我们要在1年里面要写超过10首歌到20首歌，如果我们能够做成的话，我们年底就在预出开个演唱会。好，写，写出来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那就要做演唱会了。开演唱会我们什么都没有没事，我们去雅马哈借吉他，然后我们那时候的校长很支持，就借礼堂给我们，借设备给我们。好，我们突然间天马行空的想一件事，开演唱会不能让人家免费看，我们说卖票好不好？好，卖票。刘瑞正定的票价5毛钱一张票。后来陈家明就说还有什么可以赚钱的？他说这样我们出歌书好不好？那时候还是用手摇的复印机，我们摇了500本出来。陈家明他的校服这边都有一块 A 墨，就是那时候摇到染色染到的一块 A 墨，他也没有换那件衣服，就穿了2年。夜在地下铁是在1983年2月4号那个晚上演出的，那也是属于地下铁的生日。演唱会之前，嘉明、启贤还有慧珍都是会说：“哎，这个词好吗？这首曲怎么样？”那么我们都说很好啊。当我们唱出那个感觉的时候，我们兴奋是在那边，因为我知道会成功的。那个时候歌曲还没那么普遍流行啊，所以大家来听的歌都是一些很新的创新歌曲。我最大的感动就是那个晚上，看到好多人来支持。外面的巴士1辆2辆到的时候，很多学生穿着不同校服的下车的时候，我们开始放心了，满票了。突然间来了多的200多个人是没有票，真的没有位置了，所以他们都是站票。小河别走得太匆匆，和风吹得轻轻柔，别惊醒了汗水的小毛虫，静听那春意叫钟。来的观众们不吝啬自己的掌声，他们甚至到最后是以蹬脚、拍手的方法，在整个700多人在这个校堂里面，砰砰砰，哇，非常大。我们担心到底这个会打什么？顽童放慢你的脚步，迎着春风随我漫步，把和风细流雨转晨雾，轻唱起袖中曲。我记得全场的同学是站起来，我看到我同学站在椅子上，然后拍手啊、欢叫、欢呼啊，然后唱完的时候，哇，掌声如雷。那时候我们觉得有点摇滚巨星的那种味道。所以我现在回想，你说最可爱的是什么？真的，最可爱的是当时买票来支持我们、来欣赏我们的那群同学，太可爱了。
那一年地下铁夜车，黄慧珍写了一首歌《而今》，是弹钢琴的一首歌，他们就通过朋友啦来找我。那也因为这首歌谣活动，我也认识了启贤啊，认识了佳明啊，认识了瑞正啦。歌它让我们结缘，歌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又一个的好朋友。然掀起起，一起那悠扬的歌声都出了小说。我那时候最欣赏的一个歌手是，陈百强，他的一首歌《生活淡淡似是流水》，然后我觉得哇，这旋律好好听啊，然后我就自己拿起吉他来，我说，我也想写一首这么优美的歌曲，我就写滴答答滴答答答滴答答。写好了这个旋律之后，我就带到学校去。这首歌拖了1-2个月，没有人把歌词写好。然后后来慧珍就说：“我来试试看。”邂逅就是一种巧遇了，可是我这首邂逅并不是2个人相逢的邂逅，而是说心灵上的邂逅。当我接到《邂逅》这首歌词的时候，说实在的，不是很理解他在写什么。第一句“入目的山途独有我踟蹰”，我刚开始念的时候是“入目的山途独有我行”，我说：“哎，慧珍还少一个字，因为我的音还有多一个音。”他说：“那个不是行，是踟蹰。”我不知道踟蹰是什么意思，他就说走一步停一步，走一步停一步。我那干嘛要走一步停一步？一路走到底不就好了吗？他说：“哎，你不懂了，这种意境你不知道。”邂逅就这样子横空出世了。深深知道，远长花又梦边呀。歌韵心声起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作用，让我们的歌曲能够曝光，能够让大家听得到。歌韵心声是个创作歌曲的园地。为了让本地听众在那个时候，因为我都是在制作青年节目，那接触到很多校园创作，我就觉得这些校园创作在他们的各自的学校里很受欢迎。问题是，校园那么小的一个地方，都没有办法让更多人来分享他们的创作歌曲。我就想到，如果能够有一个空间，让他们能够在节目中广播自己的创作，那不是能够把歌曲带给更多的人吗？最早上歌韵心声节目的新谣小组，我记得大概有雅韵小组、和风小组、水草三重唱，还有梁文福、地下铁。林子慧主持《龙虎榜》。大家好，已经进入邂逅上电台龙虎榜，是新谣发展史上的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当时这首歌曲通过歌韵心声传播出去之后呢，它进了这个龙虎榜，我们也收到很多歌迷的信。当时很多的歌友啊，他会说这是我们在新加坡听到的第一首由新加坡年轻人所创作的这么好听的歌，啊，谢谢你们。你知道这段话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给我加了1万个马力，你知道吗？1万匹马力，因为龙虎榜的效应，那这首歌曲在新加坡，我觉得应该是爆红了。先后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入目的山途独有我踟蹰，落红尘染线激情，忆起那幽吟的歌
歌声都出了小说。新谣这2个字，也许对很多当年的年轻人来说，是他一辈子的情怀。不要害怕，不要退却，大胆地唱出你的歌。新谣既是我青春的回忆，也是新加坡音乐的起点。每次让我回头看的时候，我都觉得这段岁月是有色彩的，是立体的。种下初心，长出胡姬花。每个人都说青春是美好的，我觉得有幸参与了，也创造了新谣的那个记忆呢，我们的青春的美好又是加倍的。